看似针对中国的联合军演，实在暗流涌动。在对美国俯首称臣的背后，法德都有一颗追求斗力的心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评股，我是易评股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顺势而动。法德借印太联兵，在美军眼皮底下追求欧洲斗力。对于一个国家，尤其是一个大国而言，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向前走的每一步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一旦做出决定，那么它背后的逻辑就肯定没有那么简单。近日，美国纠集16个国家在印太搞联合军演的消息，引发了舆论的持续关注。结合不久之前佩洛西的川台访问、解放军环台军演等一系列事件，舆论普遍都认为，美国组织的这次联合军演，就是为了回应中国而进行的一次针对性操作。如果结合最近这一系列新闻来看，舆论分析无可厚非。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到，就是在这场军演中，法德军机全力赴澳。作为美国的盟友，派遣军机参加由美国牵头的联合军演，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。但是法德的表态却让美国始料未及。一方面，在法国战机前来参加军演的同时，中法双方通话，法国表示愿意向中方进行务实合作，恪守一个中国的政策。另一方面，德国表示战机不会通过台湾海峡，几乎不借助南海。法德两国的表态显然是为了防止中国误判，这也意味着美国想借此次军演围堵中国的计划落空。既然法德两国害怕中国误判，为什么还要派遣战机千里迢迢赶赴军演呢？仅仅只是为了给美国撑场面吗？显然不是的。法德这样做是有着自己的打算的。大家别忘了，法德是欧盟的主要成员国，作为欧盟的领头羊，法德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欧盟的未来走向。而欧盟一直以来都想要追求战略自主，主张世界要朝向多极化发展，这些都与美国的理念南辕北辙。虽然欧盟臣服于美国，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放弃追求的目标。在乌克兰危机爆发，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制裁以来，特别是他们发现俄罗斯打出能源牌之后，最终受益的除了俄罗斯之外，美国也赚得盆满钵满。追随美国却把自己变成了实际的受害者，这让欧盟内部分化开始加剧。现在从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不时出现故障，这意味着如果欧洲还要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，那么2-3个月之后的欧洲将彻底陷入能源危机的寒冬之中。因此，虽然欧盟表面上不反对美国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斗力自主之路。他们必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目前，法德两国已经借俄乌冲突把国防预算提升到 GDP 的2%，而此次参加演习，表面上是配合美国军演，实际上这更像法德顺势而动，借联合演习之名行印太联兵之事。对于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法德这样的言行不一、追求斗力的做法，美国所能表现的态度只能是接受，因为他们毕竟是按照美国的要求展开相关的行动的。照此发展，未来法德有可能带领欧洲骤然摆脱美国的束缚。而对于这些，美国除了无奈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